1876年，64岁的左宗棠抬着一口棺材出征新疆，身后是清廷的犹豫，国库的空虚，李鸿章弃江保海的非议，身前是千里戈壁，阿古柏的叛军，还有虎视眈眈的沙俄与英国。这片占中国1/6的国土，当时已濒临分裂，他凭什么能收复？这份功劳该算在满清政府头上，还是这位雇佣老将身上？首先要明确的核心是，左宗棠收复新疆，满清政府到底提供了多少实质性支持？倘若收复新疆是由满清政府牵头筹划，左宗棠仅作为执行者落实指令，那么无论左宗棠立下多大战功，头功自然该归属于满清政府。但历史的真相远非朝廷主导那么简单。时间回到19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，清朝正深陷内忧外患的双重绝境，内部历时10余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刚刚平定，捻军回民起义得余波未平，南方各省的洋务运动尚处摸索阶段，国家元气大伤，国库空虚到岁入仅能支应军饷置办。外部，沙俄早已将新疆视为南下跳板，不断渗透势力，英国则为制衡沙俄，暗中支持中亚浩瀚汉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。1865年，阿古柏率军占领喀什噶尔，随后逐步吞并南疆北疆部分地区，建立德德沙尔汗国。新疆彻底陷入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。如此残破的烂摊子，让清廷上下陷入两难。就在此时，以64岁高龄的左宗棠挺身而出，在朝堂之上掀起了著名的海防塞防之争。他坚决主张塞防与海防并重，力陈新疆的战略重要性。新疆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/6，若丢失此地，北方门户洞开，沙俄铁骑可直趋南下，陕西、甘肃、山西等内陆省份将无险可守，国家战略安全将彻底崩塌。然而，他的提议遭到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强烈反对。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直言：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上，海疆不防，则复兴之大患于己。主张将有限财力全部投入海军建设，重点防备日本，实则是怕战事惜钱财的短视之见。左宗棠当场驳斥这一观点，他指出，同新疆者，所以保蒙古；保蒙古者，所以为京师。这番立足全局的战略考量，最终打动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。清廷表面上采纳了他的主张，但支持仅停留在名义层面。清廷授予左宗棠主办新疆军务的头衔，却仅拨付200万两白银启动资金，这对于千里远征的大军而言，不过是杯水车薪。后续军费，清廷仅承诺各省协饷，但地方藩库空虚，协饷迟迟不到位。无奈之下，左宗棠只得委托胡雪岩，先后向外国银行借款1375万两白银，又向国内商人筹措私债，发起民间募捐，甚至变卖部分家产，才勉强凑齐了近3000万两的军饷，支撑起整场战事。不仅如此，左宗棠还展现出卓越的战略远见。他制定先北后南，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，先肃清北疆的薄弱敌军，建立稳固后方，再集中兵力进攻南疆的阿古柏核心势力。同时下令军队携带大量种子、农具，推行军屯政策，要求士兵打到哪里种到哪里，既避免了抢掠百姓，又解决了粮草运输难题，实现自给自足。这种兼顾军事、民生与后勤的格局，与朝堂上只算眼前小账的官员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备战阶段，左宗棠对清军进行了彻底整顿，他裁汰老弱病残，精选6万能征善战的湖湘子弟兵与西北边防军，每日严格训练骑射、步战，同时不惜重金从上海、天津的洋行购置新式武器，包括加特林机枪、克虏伯后膛炮、雷明顿步枪等，让清军的装备水平远超阿古柏的军队。1876年4月，左宗棠率领大军从宿州出发，正式踏上收复新疆之路。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，他特意让人抬着一口棺材紧随大军，以示若不平疆，誓不生还的信念。这份决绝，即便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堪称震撼。战役推进极为顺利。1876年8月，清军收复乌鲁木齐；11月，攻克马纳斯城，北疆全境光复。1877年4月，发起南疆战役，连克达坂城、托克逊、吐鲁番3城，阿古柏兵败自杀。同年12月，清军收复喀什噶尔，南疆全境平定。不到2年时间，除伊犁外的新疆全部领土重新回归中国版图，而伊犁此时仍被沙俄以代管为名占据。1871年，沙俄趁阿古柏之乱出兵占领伊犁9城，声称待清廷收复新疆后归还，实则企图永久霸占。1878年，
清廷派崇后出使俄国谈判，崇后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，擅自签订《里瓦基亚条约》，割让伊犁、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领土，赔偿沙俄军费500万卢布，允许沙俄在新疆增设领事馆。消息传回国内，举国哗然，左宗棠怒不可遏，当即上书清廷，伊犁乃新疆门户，万不可弃，并亲自率军进驻哈密，部署3路大军进逼伊犁，摆出战役必胜的强硬姿态。清廷见状，终于下定决心，一面将崇后革职治罪，一面派曾纪泽出使俄国重新谈判。曾纪泽凭借出色的外交智慧，再加上左宗棠大军压境的军事后盾，沙俄深知开战无胜算，最终被迫让步。1881年2月，中俄伊犁条约签订，中国收回伊犁9成及特克斯河流域的大部分领土，赔偿沙俄军费900万卢布。沙俄放弃在新疆增设领事馆的要求，若仅凭满清政府以往以一制夷的妥协策略，伊犁恐怕早已沦为俄国领土，难以收回。客观而言，满清政府当时的核心诉求始终是维持统治稳定，对边疆危机秉持能避则避，能让则让的心态，只要不威胁京城安全，即便牺牲边疆领土也在所不惜。而左宗棠截然不同，他的心中装着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，秉持着一寸山和一寸金的坚定信念。从力排众议主张收复新疆，到自筹军费垄断军队，再到抬棺出征威慑沙俄，每一步都是他以个人威望和身家性命为赌注的孤勇之举。1884年，在左宗棠的反复提议下，清廷正式设立新疆省，推行与内地一致的行政管理制度，从根本上巩固了新疆的领土完整。这一举措更彰显了左宗棠远超时代的战略眼光。那么，收复新疆的这份旷世奇功，究竟该归属何人？清廷虽未明确阻挠左宗棠，甚至给予了他督办新疆军务的名义加持，但说到底，其所谓功劳，不过是在左宗棠已然将收复大业推向攻城之际，顺理成章地捡了个批准与追认的虚名。而左宗棠的功绩，早已深深镌刻在新疆的山川大地，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之中。他收复的不仅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，更是濒临失落的国家尊严与几近耗尽的民族底气。